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是我在广州带的一个女博士去台湾相亲的真实经历。这位小姐姐可是个高材生，985高校毕业，博士学位在手，年纪轻轻就在学术圈小有名气。不过呢，相亲这事儿吧，学历高也不一定好使。她在广州相了好几轮都没成，后来听我说台湾那边帅哥多，条件好，非要我带她去台北试试运气。结果这一趟不仅相亲对象没看上她倒是被台湾的医疗体系给震撼到了，直呼比大陆领先了20年。哎呦喂，这话可把我这个老红娘都给整好奇了。今天就跟大家好好唠唠这件事儿，顺便聊聊台湾和大陆医疗的那些差异。先说说这位女博士吧，咱就叫她小美好了。小美今年32岁，长得挺清秀，就是有点书呆子气，平时忙着搞科研，压根没时间谈恋爱。她跟我说，广州这边生活节奏太快，男人一个个都忙着赚钱，没人愿意花心思了解她。她还吐槽过几次，说在广州看个病有多费劲，动不动就排队挂号挂不上，专家号更是得靠抢。她有个老毛病，胃不太好，时不时疼得厉害，可去医院检查吧。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小诊所又不放心，搞得她对大陆的医疗服务颇有微词。这次去台湾相亲，她本来是奔着找对象去的，没想到却被台湾的医院给圈粉了。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们到了台北，相亲对象是个在当地医院当医生的男生，40岁出头，斯斯文文，戴个眼镜，看起来挺靠谱。他约我们在医院附近的咖啡厅见面，说是下班后直接过来，结果还没聊几句，小美突然胃痛犯了，疼得额头直冒汗。我一看这情况，赶紧说要去医院，他还硬撑着说没事没事，可那男生二话不说，直接带我们去了他工作的医院。这一去可算是开了眼界。到了医院门口，我第一反应就是，哇塞，这地方也太干净了吧！大厅明亮的跟商场似的，地上一点灰都没有，空气里还有股淡淡的消毒水味，不刺鼻，挺舒服。挂号处根本不用排队，直接在机器上操作，几秒钟就搞定。旁边还有志愿者大姐热情地问小姐要不要帮忙呀，那语气亲切的跟邻居唠嗑似的。小美疼得走不动，那男生就去借了个轮椅，护士小姐姐也立刻过来帮忙。整个过程流畅得不得了，我心里直嘀咕，这服务态度跟广州某些医院恨不得把病人当麻烦的架势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啊！进了诊室，医生马上给小美做了检查，开单子，抽血拍片，一套流程下来不到半小时，效率高的让我怀疑人生。要知道，在广州看个急诊，排队挂号加检查，少说也得折腾2-3个钟头，有时候还得托关系找熟人才能快点。小美做完检查，医生很耐心地跟她解释病情，说是急性胃炎，得打点滴休息一下。结果呢，护士直接把她安排到一个单人输液室，房间里有电视，有 WiFi， 连床单都是新的，干干净净。小美躺在床上感叹了一句，丽姐，这也太舒服了吧，我还以为只有 VIP 才能享受这待遇呢。我当时就问那男生，你们台湾的医院都这样吗？普通人看得起吗？他笑着说，当然啦，我们有健保啊，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医保卡，看病不用花多少钱。像这种急诊检查加打点滴，差不多就几百台币，换算成人民币也就几十块。我一听差点没惊掉下巴，几十块钱就能搞定，这在大陆想都不敢想啊。我在广州带过不少客户，有些人生个大病，动不动就几十万，医保报销还得看运气，普通家庭真心扛不住。可在台湾，他们的健保覆盖面广到离谱，连感冒发烧这种小病都能报销。难怪小美会说领先20年，这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再说说细节吧，输液的时候，护士小姐姐每隔半小时就过来问还好吗？要不要加个毯子？那态度温柔的让我都想生病试试了。反观大陆这边，我陪客户去过几次医院，护士忙得跟打仗一样，有时喊半天都没人理你。病人多得挤满走廊，病房里一股药味儿，环境嘈杂的没法休息。小美后来跟我说，丽姐，我在这儿打点滴，
感觉自己像个公主，哪像在广州，生病了还得自己硬抗。这话听着有点夸张，但也真能体会她的心情。那次看病之后，小美对台湾的医疗体系彻底服气了。她还特意上网查了资料，说台湾的全民健保从1995年就开始搞，覆盖率高达 99%， 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看病都不用怕倾家荡产。相比之下，大陆的医保虽然这几年也在进步，可报销比例低，流程复杂，好多农村地区的人还是看不起病。她感叹道：“台湾这医疗真的太人性化了，普通人得了大病也能活下去，大陆还得再努力啊。”我听了也挺感慨。毕竟我做红娘这么多年，见多了因为医疗费用吵崩的家庭，这差距还真不是吹的。不过呢，相亲这事儿最后没成。那男生虽然人不错，可小美嫌他年纪大，又觉得他太忙，没啥时间陪他。我劝他，人家医生多好啊，稳定又有爱心，可他就是不松口，说要再看看别的。这趟台湾行虽然没找到对象，小美却对台湾的医疗服务念念不忘。回广州后还跟我念叨了好几次。先说说制度吧，这可是核心中的核心。小美查资料的时候跟我说，台湾的全民健保是个超级大杀器，1995年一推出就横扫全岛，99%的人都被照进去了。你想想，基本上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张健保卡，不管你是街边卖卤肉饭的大叔，还是上班族白领，看病都一个待遇。他给我举了个例子，说他那天在医院打点滴，花了不到500台币，折成人民币也就100块不到，连检查带药全包了。我一听就惊了，100块，在广州随便去个3甲医院挂个急诊，光挂号费就得几十块，再加上检查药费，没个几百块下不来啊。小美还说，台湾那边的大病，像癌症、患肾这种，健保都能报销大头，病人自己掏的钱很少很少，普通家庭根本不用担心看不起病。反过来再看大陆这边，医保也有，但差距可不是一般大。我有个客户的老公前年得了肺癌，在广州治了大半年，花了快50万，医保报销了不到一半，最后家里还得卖房凑钱。那客户跟我说的时候，眼泪哗哗的掉，丽姐，我们这种普通人真的是病不起啊。这话听着多心酸啊。大陆的医保虽然覆盖面也在扩大，可报销比例低，很多进口药、特效药都不在报销范围里，农村地区就更别提了，有些地方连个像样的医院都没有。台湾的健保呢，听说连牙齿矫正、看心理医生都能报销一部分，这人性化程度简直让人想喊太卷了啊。再说说技术水平吧。小美那天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用的设备让她直呼大开眼界。她说那台胃镜机器特别先进，检查的时候一点都不难受，屏幕上显示的清清楚楚，医生还能当场分析。她以前在广州做过一次胃镜，疼得她眼泪都出来了。机器老旧，医生还敷衍地说忍一忍就过去了。我听完也挺感慨，台湾的医疗技术确实厉害，他们有很多设备都是从欧美直接引进的，更新换代快得不得了。听说台北的大医院，像台大医院、长庚医院，那水平在亚洲都能排得上号，连日本人都跑去那儿看病。大陆这边呢，顶尖医院的技术也不差，北京、上海、广州的3甲医院，设备和医生水平都不含糊。可问题是大城市资源太集中，小地方根本跟不上。我有个老家在湖南的客户跟我说，他们县医院连个像样的 CT 机都没有，生病了只能往省城跑，路上折腾不说，到了还得排队好几天。小美也吐槽过，说大陆的医疗资源分配太不均衡了，好医生好设备都挤在大城市，普通人想看个病得跑断腿，台湾就不一样，他们的医疗网点遍地开花，小诊所都能跟大医院联网，病人资料一刷卡就全出来了，医生随时能调数据，根本不用你自己抱着病历到处跑，这效率真是甩大陆好几条街啊。还有一点让我特别佩服的，就是台湾医疗的服务态度真的太贴心了。小美那天输液完，护士小姐姐还特意拿了个小册子给她，上面写着胃炎怎么调理，饮食要注意啥，连喝水的时间都标得清清楚楚。她跟我说，丽姐，这服务也太到位了吧。我在广州看病，医生说完就赶着叫下一个，根本没空跟你多讲，
我听了也点头。台湾的医生护士是真的把病人当人看，他们有句话叫病人至上，听着就暖心。反观大陆这边，三甲医院的医生一天看上100个病人，忙得跟陀螺似的，哪有时间跟你唠嗑？有时候态度还挺冷漠，我陪客户去过几次，感觉自己像在求人办事似的，那滋味可不好受。说到普通人的感受，这差距就更明显了。小美后来跟那个相亲的医生聊了聊，人家说台湾人基本上不怕生病，因为有健保兜底，大病小病都能治，连住院都不用家属陪护，医院全包。我一听就愣了，不用陪护，这在大陆简直是天方夜谭啊！我有个朋友的老妈去年住院，家里人轮流守着，医院连饭都不管，啥都得自己准备，累得半死。台湾的医院呢，住院有营养师配餐，护士24小时盯着，病人家属根本不用操心。小美感叹道：“丽姐，台湾这医疗真是普通人的福音啊，大陆啥时候能这样啊？”不过呢，台湾的医疗也不是完美无缺。小美查资料的时候也说了，他们的健保因为覆盖太广，政府财政压力挺大，医院有时候会控费，比如尽量不开贵药，或者让病人多等几天做手术。这点跟大陆倒是挺像，有些医院为了赚钱，开一堆没用的检查，病人还得硬着头皮掏钱。可总体来说，台湾的医疗还是更倾向于服务老百姓。大陆这边呢，感觉还是市场化味道重了点，普通人想看个病，既费钱又费劲。聊到这儿，我忽然想到，小美这次去台湾虽然没找到对象，但她对台湾的医疗体系那是彻底爱上了。她回广州后还跟我开玩笑说，丽姐，要不我找个台湾医生嫁了吧，顺便享受一下他们的健保。我哈哈一笑，心想这丫头还挺会打算。不过说真的，这趟台湾行让我也长了不少见识。台湾社会的发达，不光是经济好，医疗这块真是让人服气。咱们大陆虽然进步快，可跟人家比还有好多路要走啊。先说说台湾的社会文化吧，这可是个大关键。小美那次看病回来，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丽姐，台湾人好像天生就懂得照顾人，连医院都透着一股人情味儿。这话咋听有点夸张，可细想想还真有道理。台湾社会受日本文化影响挺深，讲究礼貌、细致、守规矩。你去他们医院瞧瞧，从挂号到看病，每一步都井井有条，连排队都没人插队。我记得那天小美输液时，旁边有个老伯伯也在打点滴，护士小姐姐不仅给他拿了毯子，还顺手帮他调了下电视，说：“伯伯，您看这个台好不好？”那语气温柔的跟哄小孩似的。我当时就想，这要是搁广州，护士哪有空管你看啥电视啊，忙着翻白眼还差不多。台湾人这种以人为本的观念，根子其实在他们的社会氛围里。他们人口少，才2300多万，地方又小，资源分配相对均匀，政府管起来也方便。不像咱们大陆14亿人口，地域差距大得吓人。北京、上海的医院跟偏远山区的诊所简直是两个世界。台湾的社区意识特别强，小美跟我说，她在台北街头随便问个路，路人都会热心指点，连卖茶叶蛋的大婶都笑眯眯地跟你聊两句。这种互助的文化，直接就延伸到了医疗上，医生护士把病人当邻居看，自然就多了一份耐心和细心。再说个细节吧，台湾的健保能搞得那么好，跟他们的社会信任度也脱不开关系。小美查资料时发现，台湾人普遍相信政府，觉得交的健保费不会白花，医院也不会乱收费。我问那个相亲医生，他说我们这儿医生不敢瞎开单子，大家都盯着呢，病人投诉一查一个准。这点让我挺感慨。大陆这边呢，医患关系紧张的不行，病人怀疑医生乱开药，医生怕病人闹事，互相不信任，结果就是看病越来越贵，体验越来越差。台湾的社会风气相对单纯，医患之间没那么多宫斗戏，医疗服务自然就顺畅多了。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就是台湾的经济底子，别看他们地方小，可人均 GDP 甩大陆好几条街，2024年都快4万美金了。普通人手里有钱，看病就不至于砸锅卖铁。小美那天输液完，医生还建议她去做个更详细的胃部检查。她问了下价格，换成人民币也就几百块，咬咬牙就做了。她感叹道：“
丽姐，这价格我完全负担得起啊，在广州动不动就上千，我得犹豫半天。台湾的经济发达，让他们的健保能覆盖更多项目，连住院伙食都有补贴，普通人得了大病，真不至于倾家荡产。反观大陆，虽然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可人均水平还是跟人家差一截，好多家庭一并回到解放前，这差距真不是吹的。聊完文化和经济，再说说台湾人对健康的重视吧。小美跟我说，她在台北街头逛了几天，发现台湾人普遍很注重养生，满大街都是健康餐厅，连便利店都有低糖低脂的便当卖，医院旁边还有免费的健康讲座，教你怎么防病。她那天输液完，护士小姐姐还提醒她，小姐啊，回去少吃辣的，多喝温水哦。这细节真是暖到心里去了。大陆这边呢，生活节奏快得离谱，大家忙着996，哪有空管健康？生病了才去医院，平时压根不预防。我有个客户天天熬夜加班，最后胃出血住院，花了好几万才捡回条命。这种生活方式的差别，也让台湾的医疗负担没那么重，人均寿命还比大陆高好几岁呢。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小美这次去台湾虽然没找着对象，可她对台湾的医疗那是彻底服气了。她回广州后跟我聊了好几次，说丽姐，我以前觉得大陆医疗还可以，现在一看真是差太远了。她还跟我展望了下未来，说大陆这几年也在推医改，医保覆盖率上来了，3甲医院也在扩建，可离台湾那种人人看得起病的水平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我也觉得他说的没错，大陆人口基数太大，资源再多也分不过来，要想追上台湾，得先把基层医疗搞起来，别老让老百姓挤破头往大城市跑。不过呢，咱们也不是没希望。我跟小美聊的时候，她提到个事儿，说广州最近开了几家社区医院，挂号方便，设备也不错，她去检查了一次，感觉比以前省事多了。我听了也挺欣慰，毕竟大陆的医疗这几年进步还是看得见的，像互联网医院、远程诊疗这些新玩意儿，连台湾都没普及开。他开玩笑说，丽姐，说不定再过20年，咱们也能跟台湾一样，普通人看病不发愁。我哈哈一笑，心想这丫头还挺乐观。可说真的，要真能到那一天，我这老红娘也算没白忙活啊。最后说说小美的后续吧。她回广州后又相了几次亲，还是没成。不过她对台湾的印象那是好得不得了，说以后有机会还想再去一趟，顺便再体验下他们的医疗服务。我劝她，你要是真喜欢那儿，干脆找个台湾男生嫁过去得了。她笑着说，丽姐，这个可以考虑啊。哈哈，这趟台湾行虽然没牵成红线，可小美算是开了眼界，我也跟着长了不少见识。台湾的医疗真的是发达又人性化，普通人也能看得起大病，大陆要想赶上，还得加把劲儿啊。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聊到这儿。大家觉得台湾和大陆的医疗差在哪儿？欢迎留言跟我唠唠。下次再给大家讲个新故事，谢谢大家的陪伴，咱们下期见。